好，开始今天的直播，大家晚上好。跟大家再稍微汇报一下，因为昨天晚上还开了一场直播，去讲我这个办理北京市小客车以旧换新补贴的一个情况啊。昨天是每半小时去尝试一次，每半小时尝试一次，然后这个服务器就始终不在线。最后呢，我是在今天早晨凌晨的1点14分，把这个补贴申请给提进去了。然后呢是，呃，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上午，它有时候那个系统就又能工作一会儿，然后有时候就又不行。然后上午呢显示的是在11月14号早晨6点啊，还有300多个名额。然后呢，到这个下午呢，就直接反馈说到11月14号晚上这个下午3点呢，就是北京市小客车以旧换新的所有指标都用完了啊，不再接受申请了。然后这个公众号基本上是恢复正常了。我的这个申请订单呢，现在叫未受理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拿到，因为上面写的是这个不再接受受理啊。那么呢，如果说我的订单没有受理的，那这个事儿就没法整。后来我还跟小米的人去商量了一下，我说这事儿什么情况啊？哎，他们说这等吧，那也没办法。他说他们昨天上午提交进去的这个以旧换新补贴的这些东西呢，也都是就是未审核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未受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钱到底回得来回不来就不知道了。模拟电路设计就像中医，很难被 AI 替代，这个我倒不这么认为啊。模拟电路其实里边还是一个可以进行比较精确设计的东西，可以精确计算的。那么只要能够精确计算，然后可以去反复验证的，都是可以上 AI 替代的啊。这个中医没法 AI 替代，其实中医也很容易 AI 替代，因为中医呢是相互之间不纠错的。所以 AI 胡说八道一通，别人也不能说他错了，所以中医一样可以被 AI 替代。跑步回来了啊，这个老范和大家周末好啊，你周末好。要来了啊，赶上直播了。这个叫什么 page place paper？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词。好吧，塔主晚上好。15000打水漂了啊，这个可能性比较大。昨天听了一下直播啊，真的是操心啊，远程安慰一下。是的啊，这事儿也不算蹊跷吧，反正，我觉得在最后一天去做这个操作也是，也算是我又赶上了啊。我本来按照他们的安排，应该是礼拜五，就是今天上午去做这个操作。如果今天上午去的话，就100%是赶不上了啊，可能连提交都提交不进去了。但是呢，我最后还是，虽然很痛苦，还是把它提交进去了。而且我今天才发现，这个买电动车真的是一个像手机一样的东西。这个大家从来没有给固定电话买过配件吧？什么挂绳啊，什么壳啊、膜啊这些东西，但是手机就有一大堆这些东西。然后像我以前开油车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给它买过什么配件啊，可能脚垫儿啊或者这些东西还稍微买一点，但不是很多。但是等我买了电车以后，我的天呀！现在我看到的所有广告都是各种配件，从里边的各种垫子，这种各种收纳盒，然后呢，各种的这个，比如说后备箱的垫儿，然后前面各种的出风口的这种或者进风口的这种叫做遮罩这种滤网，然后我最近还在犹豫是不是要去买这个踢脚这个东西配件无数多，就真的是跟这个从这个叫做什么固定电话变成智能手机那感觉似的巨多的配件需要买。但是怎么说呢，确实很刺激消费啊。晚上好啊，周末开聊，是的，周末开聊。我知道好几家公司训练中医 AI 模型，中医这种玄学感觉很容易被取代，是这样的。因为中医最大的问题就是相互之间无法证伪
啊，就是一个中医不能说其他中医有错，那这个太适合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了，对吧？买小米损失2万啊，一个月的视频白干了。哎，这个确实是有点亏啊，但是也没关系啊。你像我聊小米聊了这么多，也骗了不少广告费了啊。看来电车也可以上这个挂机绳，这没毛病啊，没毛病。我是看看准备往哪儿去挂东西呢？我估计还是这样，就是之所以后来啊有这么多的手机配件是因为有这种就是超级手机啊，就是这个手机可能卖的特别多。你比如现在 iPhone 啊，它的配件都特别多啊。然后呢，华为啊，还有像小米配件都还是要有，但是没有 iPhone 多，因为 iPhone 卖的最多嘛。车也是这样啊，你像现在比如说小米的配件是最多的啊，然后啊特斯拉配件也是最多的啊，特斯拉、小米都是非常非常多配件。然后其他的好多配件就没有那么多了，因为它车型少啊，就车型多，车型卖掉的少啊，所以它没有那么多人去给它做配件。小米先上来说，哎，我卖了20万辆，对吧？那这帮这个做配件的人就做呗，对吧？配件也没要求你使用多长时间的，而且这个小米配件都连品牌都没有啊，这个也很神奇。就是雷军就惦记说，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做个新手机，让大家去买壳、买膜、买什么这种挂机绳？这个我觉得目标达到了啊。AI 跟工业革命的差别是蒸汽机只取代部分工人，AI 一旦技术达到了临界点，代替的几乎是所有领域全方位的代替。这个失业潮是没有政府和措施能够补救的。这个待会儿我们来去仔细研究啊，这个认为什么类型的工作比较不容易被 AI 取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啊，为什么呢？因为都会被 AI 取代的，而现在唯一的说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方式，就是怎么跟 AI 一起工作，当汉奸啊，对吧？就是说我们直接叛变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底层的工作肯定 AI 取代不了，可以取代，为什么不能取代？就等机器人嘛。人要看角度啊，你可以说一个月的视频白干了，也可以说一个月之后的钱又自己出来了啊。这辆车其实是这个生产资料，以后还是话题啊。是的，可惜呢，我是一个这个个人嘛，没有注册公司，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个车变成这个成本，对吧？反正也不怎么交税啊，问题不是太大了。好啊，那我们开始准备讲今天的话题。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硅谷大裁员，AI 已经开始抢夺人类工作了，到底应该怎么办？AI 现在真的可以干人的活了吗？首先，咱们要从亚马逊大裁员开始讲起啊，因为最近大裁员的就是它。虽然大家都在裁，但是呢，这个明目张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就是亚马逊了啊。说我们要裁3万人，第一批1.4万应该是过了年以后再裁下一批的1.6万。那么在以前都是说公司玩不下去了，玩裁员啊，像这个比如说亏损啊、利润下滑呀啊去做裁员啊，这样可以让股市稍微的觉得你啊这个在很努力的调整。但是现在这帮裁员的都是收入上升、利润上升，不断创新高、股价创新高的时候说，哎，我要裁员。啊，而且一裁就裁这么多啊！以前都是偷偷的裁一点点，对吧？这个一下就做这个，这基本上是10%的比例裁员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比例裁员。而且这种消息宣布了以后，股市马上就涨，这个实在是啊比较奇葩的现象。现在呢都是以 AI 为名进行大裁员。第一方面说，哎，我要这个使用 AI 啊，你们这些工作被 AI 替代了啊。然后呢还有说啊，我们上了 AI 以后，你们这些这么多层级的。审批啊，这么多层级的领导不需要了啊，你们要扁平化一点啊。还有些人呢说，哎，我们把钱省下来去买 GPU 啊，我们去建算力中心了啊。这个亚马逊裁员基本上就这3个理由。那么现在都是以 AI 为名啊。那么亚马逊呢，其实只是一个缩影，很多的 IT 巨头实际上都在裁。今年大概已经裁了有10几万，甚至可能几十万人被裁掉了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而且现在的话，这个应该是昨天吧，股市啊，美股又在那儿暴跌，
一个原因呢是大空头还在很努力的做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就业数据可能有问题啊，而且因为美国政府停摆嘛，所以10月份的通胀数据也没出来啊，一帮美联储的人出来放鹰来了，说12月份是不是不应该降息了？咱们12月份不降了吧，对吧？他在讲这个，所以呢，现在就大家比较害怕，因为裁员确实是发生在身边。现在呢，这个亚马逊讲的说，我一边裁员，我一边还招人呢啊，真正的 AI 专家、AI 使用者其实招的应该并不多。亚马逊讲的一边裁员一边招人，实际上大部分招的是假期仓库临时工，因为马上就该美国的黑五啊，就该搞这些事儿了所以每一年在这个时候呢，亚马逊会招聘大量的人去仓库里边打包去发快递但是呢，这个假期过完了以后就会被裁掉这个我一直以为这个假期临时工这东西是富士康发明的看来又狭隘了。原来原创是美国人这个好的坏的他都得背着都是他原创。那么更大的裁员应该在后面，亚马逊呢最高峰应该是有接近180-90万人这个其中呢白领30万，这一次裁的3万呢都是这白领所以说是10%，还有120万蓝领应该这两个加起来应该是160万吧，刚才说错了，没有180万，160万员工。那么这个亚马逊准备在机器人基本上这个到位以后裁掉60万蓝领就是把这个仓库的工人裁60万就是50%的蓝领应该会在明年或者后年被裁撤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数字。那么这次被裁的都是什么人呢？首先从部门上看一看可以看出来亚马逊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第一个是设备制造部门就是做 Kindle 的、做这个 Echo 音箱的这帮人这个被裁了很多，而且是成建制的裁掉。然后它的云计算虽然也裁，但是呢，主要裁的是什么行政HR销售裁的是这些人就是这些并不是关键岗位。然后另外呢，就是游戏跟内容游戏呢，就是好几个亚马逊的游戏工作室是直接99%的人都裁掉就基本上是全干掉。亚马逊看来在游戏产业上是没有挣到钱，而内容的话，就是咱们看这个 Amazon Prime 在这个视频频道这边呢也是裁了不少人。但我觉得亚马逊视频频道做的还可以亚马逊流媒体至少它的好多剧我还是挺喜欢看的那么云计算就是主要是销售跟 HR， 刚才咱们讲过了。然后从岗位上看谁最危险，这一次都是白领没有蓝领的事儿。那么白领里头呢，程序员裁的很多程序员跟数据分析员裁的非常多占20%左右。但是呢，裁掉的主要是初级程序员，就是在亚马逊工作时间不长的这些人那么初级程序员其实是最容易被 AI 编程所替代的，而全世界最好的 AI 编程工具是 Cloud Code、Anthropic 他们家的。Anthropic 的大股东就是亚马逊，而且 Anthropic 就是跑在亚马逊云上的，所以亚马逊一定是自己用上了，说我不需要这么多初级程序员了不需要这么多初级的数据分析人员了你们都离开吧。这些人呢，大概是占到整个裁员比例的20%左右或者20%多一些的样子。更多被裁掉的呢，其实是各种的中层管理干部这个中层管理干部呢，他们需要干的活是什么？就是沟通协调嘛然后呢是这个编制报表和 PPT这个阅读报表 PPT 写报告这就是他们平时干的活。而这一部分活呢，也恰恰是 AI 最擅长的干的部分所以这一次最主要裁的就是这两拨人。那么这一次呢，讲的叫减少管理层级提高沟通效率，让整个亚马逊的体系架构更加扁平化这个非常非常政治正确的一句话说出来。待会儿咱们再讲这个，每一次公司提这个扁平化的时候，实际上都在干另外一件事这都是一个噱头。那么这个决定是谁做的呢？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呢？这个人呢叫安迪·杰西是接替贝索斯成为亚马逊 CEO 的一位应该也是个
老白男吧，他呢是创始人啊，其实没有那么决心裁员啊，就是创始人裁员不会裁这么狠的，但是职业经理人呢，经常会做这种大规模的裁员。这个原来咱们都有一个话叫什么？叫宰卖爷田不心疼，对吧？就是小孩把爷爷的田卖了啊，这个心里头不心疼啊，所以这个大规模裁员经常是这个职业经理人干的活。就是啊，贝索斯在的时候是啊不会这么恐怖的裁员的啊，而且这个安迪杰西前面应该也裁过一波大的，22年裁了一波26000多人的啊，这是再裁3万人。那么这个安迪杰西到底是何许人也啊？首先呢，这是一位有钱家庭出来的啊，纽约中上阶层家庭出身的一位，这个现在已经不能算小伙子了，岁数也不小了。犹太人啊，这个应该是匈牙利犹太人，父亲呢是律所的高级合伙人，啊，本人呢就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哈佛的高材生啊，哈佛学霸，这个到哈佛嘛都是要准备去改变世界的人啊，本科学的是政府学专业啊，拿到是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呢是在哈佛学的 MBA 啊，哈佛的工商管理硕士。算是亚马逊的老员工了啊，从1997年就加入了亚马逊啊，一直在亚马逊摸爬滚打到现在，啊，一开始呢是负责主管市场营销的啊，后来到2003年啊，跟贝索斯一起推动建立了 AWS， 也就是亚马逊云。2016年开始呢做 AWS 的 CEO 啊，就是亚马逊下面专门负责云这个业务的 CEO 是他。2021年接替贝索斯成为亚马逊的 CEO。那么杰西啊，这个叫做安迪·杰西跟贝索斯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安迪·杰西呢会更听华尔街的话，啊，这个贝索斯就是我已经到这样了，对吧？我再怎么着，他也是这个也当过首富了，对吧？也这个运营这么大的公司了，所以呢，这个华尔街的话，其实贝索斯是基本上不听的啊，就是自己爱干嘛干嘛了。但是啊，这个安迪·杰西是非常非常注重股市的声音的。所以他会去亲自参加财报会议啊，这个贝索斯可能早期还会参加，但是很长时间就没有自己去过了。这个安迪杰西是每一次都要去参加的啊，而且要亲自去回答啊这个各种的提问啊，股市想要什么故事他就讲什么故事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这个安迪杰西为什么要搞大裁员呢？华尔街需要巨大算力投入的故事，那么安迪·杰西就必须要讲这个故事，对吧？手握 Anthropic， 现在呢又签约了 OpenAI， 而且大家要注意，这个亚马逊其实是在被挑战的一个位置，因为它是云计算老大，这东西它发明的。后面谷歌也好啊，包括微软也好，都是靠 AI 在逆袭它，在吃亚马逊的份额，所以它必须要在算力中心上。啊，使劲的砸钱啊，说你看我还是老大，对吧？这个我依然是比你们厉害的啊，他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现在很多的人在去指责他们啊作假，对吧？这个现在大空头就在指责亚马逊作假，指责谷歌作假，什么呢？就是做折旧这件事啊，因为这个算力芯片的折旧大概是3年就折旧掉了一个比如说 H100啊，或者是 GB200这样的芯片。如果是满负荷的去进行训练啊，进行推理的话，基本上1到3年啊，这个芯片就废掉了，就没法再使了啊。但是呢，亚马逊是把它的这个资本投入进去以后啊，按6年折旧来算的，所以这个大空头就说你们这都做假账，对吧？这个本来3年这机器就废了，如果你真的用到6年的话，只能说明你没把它卖掉啊，就是这个这个 AI 算力你没有卖出去，你才有可能使6年。你如果卖出去了啊，3年你就应该把它折旧干净啊，不能把它算6年，啊，这个也是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吧。而且亚马逊其实遇到了一个别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疫情期间招太多人了。2019年亚马逊大概只有90万啊8、90万员工啊，你想到22年基本上啊20年、21年基本上就翻上去了啊，直接成2倍。你像一个8、90万员工的这个公司。直接这个员工数翻上去啊，但是当时呢，它的利润和收入是能支撑它的，啊，现在就必须要把这些人干掉，因为
当时在疫情以后招聘的时候，招了很多叫刚刚好的人啊。这个很多企业在急速扩张的时候都会招这种刚刚好的人。大家还记得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在聊什么话题吗？叫转码，对吧？什么叫转码？就是一帮文科生说，我上一个短训班，然后就可以成为程序员，然后就可以到公司里面去上班。那你说这些人，我觉得被 AI 替代掉也是合情合理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现在肯定要把他们干掉，而且正好有一个 AI 的借口啊，一下把他们干掉。那么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提高管理效率和扁平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刚才讲说这后边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故事啊。因为大公司啊，这个跟创业公司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啊。创业公司一般是比较扁平的，而大公司是很多很多层级啊。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安迪·杰西呢就讲到说，他希望亚马逊能够像一个大号的创业公司一样干活，对吧？而不要像传统那种大公司那么干活。那么到底差在哪儿呢？创业公司肯定是更有活力啊，创业公司更有创新能力。创业公司加更多的班啊，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最主要的差异在于规矩，对吧？150人以内的创业公司基本上是没规矩的，完全依靠创始人的个人魅力来去维系。150人到500人的公司呢，是靠 KPI 和各种的规则来去维系的。500人以上的公司呢，就要玩潜规则啊。所谓潜规则，实际上叫企业文化，说好听的叫这个。要靠这样的一个系统来维护。你想，他上百万人的一公司，那肯定是要玩企业文化的，对吧？但是呢，安迪·杰西并不是创始人，对吧？贝索斯才是创始人。那先王之法啊，那么已经建立起来了，里头的每一个层级、每一个格子都有人了。那么这个格子跟层级就要把它打破啊！你如果不打破的话，就没有办法说我使用一些新的规则。那么安迪·杰西啊，他就要像创始人一样啊，把这些规则跟桎梏通通都干掉啊，特别是这些不听话的人通通干掉。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叫做什么呢？扁平化啊，打破这个更多的这种管理层级。所以呢，所有喊扁平化的都是要把固有规则打破。这个就像前面阿里把 P10以上都干掉一样啊，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上面老大说什么家听，然后这种封疆大吏们，你们通通都死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规则跟层级打破了，这么大公司怎么运作下去呢？对吧？它毕竟不是150人的公司啊，对吧？这个安迪·杰西也不是创始人啊，那他这个魅力够不够啊？能不能搞定这件事儿？其实通常情况下，打破了层级以后，这种大公司怎么管理？叫靠天子近臣啊，靠他们包括钦差大臣啊，就是不停的把身边的人派下去啊，你们去管这个公司去，对吧？他是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把原来这些封疆大吏通通的干掉。亚马逊呢，其实是有类似这种传统的啊，就是当年亚马逊搞 AWS 搞云计算的时候啊，下边也有很多部门不配合，说这玩意儿是啥呀，对吧？你折腾了半天，我到底能多卖书不能？我到底能不能多卖东西去啊？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我 KPI 也没关系，对吧？当时处理的方式就是谁不听话干掉谁，当时的天子近臣就是安迪·杰西啊，他当时就是佩索斯的天子近臣啊，就是这样的，他有传统。那么接创始人班的这帮职业经理人呢，其实境遇是差异很大的啊，有些呢，很短暂就被干掉了啊，比如 Twitter 的啊接替这个杰克多西这个啊，就很短暂的就被干掉了，这个印度人啊。然后呢，这个有些泯然众生了啊，就是很多大厂的职业经理人啊，这些 CEO 就是也没给大家留下什么印象。你说他是哪个大公司的 CEO 哦，好厉害，一转脸就把他忘掉了啊。这个其实是大多数，还有一些一直被骂的啊，比如像提姆·库克这种啊，从上台那天就开始骂，然后一直骂到他要下台了啊，这个也没办法，因为前面的这个乔布斯实在太强啊，神一样的男人，对吧？谁跟乔布斯一块比，都是只能被骂的一个情况。而有些人呢，则达到了一些新高度啊，比如说迪士尼的这个鲍勃·艾格啊，那就达到新高度了。前2天是迪士尼玩不转了，又把退休的鲍勃·艾格又拎回来，把那个原来的就是新上来的 CEO 干掉，然后人说鲍勃·艾格你接着管吧。
对吧？还有像微软的萨提亚、纳德拉啊，这都属于是已经达到新高度了，对吧？大家已经忘记了这个比尔盖茨啊，比尔盖茨现在每天是跟爱泼斯坦连在一起的一个人啊，然后这个萨提亚、纳德拉才是啊现在真正压中了 AI 赛道的新的领军人物啊，以及呢这个挽救公司的，比如说 AMD 的苏姿丰啊，这个就属于是能够达到新高度的。所以呢，安迪杰西呢，这个混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肯定有他的追求，对吧？贝索斯还活蹦乱跳的，所以呢，他也不可能说贝索斯错了啊，我们把他干掉，重来一遍，这事儿也不行。所以现在只能是通过扁平化的方式啊，把内部的管理层级干掉，然后让他自己的人下去啊，把这个系统管理起来。你也不可能说我挨着个说。我打老虎啊，你腐败了，你贪腐了，我把你干掉，也没这功夫，对吧？而且你这边动起来的时候，肯定下边就合纵连横了，你可能整个都轮不到他去干什么，就直接被干掉，对吧？所以就直接搞了一圈扁平化啊，几万人一裁啊，这个大家就都通通听话了。这是亚马逊的情况。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是 AI 到底可以替人工作了吗？对吧？咱们现在讲说 AI 替人工作了啊，我们被人替代了。这个呢，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叫能也不能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相信啊，这个听我节目的人应该都是在大范围的使用 AI 的啊，我自己也在大范围的使用 AI。我们使用 AI 以后呢，会发现 AI 产生的结果啊，通常只是原型啊，大面上能看，但是细节呢经不起推敲。这是我们现在用 AI 得到的结果，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内。大模型，特别是Cloud 啊，它的指令依存度其实已经很好了啊，你让它做什么东西，它会完完整整给你做出来。但是呢，指令描述通常没有那么规范和细致，对吧？你告诉他说，哎，给我去写一个报告啊，康康给你写了，说你这报告为什么没有标题呢？啊，因为你没跟他说呀。说你这个报告为什么不是几号字呢？为什么没有缩进呢？对吧？你要先跟他说，他才能够去具体的使用。但是像我们去使用这些 AI 助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懒得跟他讲，对吧？拿了东西以后自己再去重新排版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呢，这些大模型呢，各种对齐啊是对不起啊，叫各种对不起。AI 经常会犯很多很低级的错误，就是它对不齐嘛，就做一些很低级错误。而且呢 ，AI 最擅长干的活是什么？就是写口水文啊，这个你看不看都关系不大的事情。所以为什么那些中低端的这些管理者被干掉了？就是他们写的很多文章啊，写的很多报告，做的 PPT 啊，作为最上面的老大安迪杰西，他其实是不看的啊，也轮不到他看啊。所以既然我不看，我就把你干掉呗。有人呢最近做了一个实验啊，这个是谁呢？是亚历山大王啊，就是那个 Scale AI 的创始人啊，他被美塔不是买走了吗？现在在负责美塔的 AI 事业啊。他呢这2天做了一个实验，在 Upwork 上啊做测试。Upwork 是什么？就是一个算是一个众包平台吧，就是大家都可以在上头接活啊，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发任务，对吧？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全世界最大的这种零工的或者叫零单的平台，他在上做什么实验呢？就是让 AI 去接活啊，把这个一大堆的任务找到了以后啊，先筛选啊，怎么筛选？不需要反复沟通啊 ，AI 可以搞定的这个任务，我们筛选了一批以后，然后呢就去接活去了啊，把这个活接下来让 AI 去干，干完了以后直接向对方提交结果然后呢他找这种不需要反复沟通的，因为你 AI 再怎么着，你沟通的轮次多了以后。容易露馅啊，这个还是没有达到说让你跟他沟通完全看不出来的一个状态，对吧？然后主要接的是数据分析、报告编制、游戏开发就接这几样活。最后呢，用户满意度是2%只有2%的用户觉得 AI 干的活是可以接受的，愿意付钱他大概是接了多少钱的任务，最后大概挣了$1000多回来因为在那上干完活就给钱啊。那么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结果实在是太敷衍了事了，对吧？这个就跟我们使用 AI 那个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你跟他说一些什么事儿最后给你敷衍了事回来。这个为什么呢？不是说 AI 干不好，而是你给他的初始条件就不够，对吧？你给他的初始信息就没有那么完整他就只能敷衍你一下
正常的我们是比如说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你要反复沟通啊，你给了他一些初始条件，他干活去了啊，干完了以后发现不对，他要跟你沟通，然后你再补充信息，然后再去做，才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另外一种是什么？就这个人本身就非常有经验啊，他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这种叫做行业的规范吧，他自然而然就去遵守了，你不需要去提醒他，也不需要去跟他讲，他就做出来了啊，做的就符合你的要求。抱歉啊。那么当 AI 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那给出来的结果就一定是非常敷衍了事了，对吧？就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就是这样，看起来满篇的都是完全正确的废话。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很多内容前后矛盾，对吧？或者是逻辑比较混乱，这个 AI 是经常干的，就是特别是当很多步骤得到一个结果的时候，它没有办法保证前后的一致性，因为 AI 你在往里输入的时候，你的 token 的长度是有限的，对吧？所以你没法说，哎，我前头是怎么说的，后边一定是一样的啊，这个很难。还有一些就是有明显错漏啊。那满意的部分呢，好多是这种 logo 设计啊，就是比较简单的 logo 设计啊。我觉得呢，就是满意部分呢，可能很多也是结果没有经过严格的检查，或者说负责检查结果的人本身并不是内行，对吧？你比如说，我现在找人给我设计一个 logo 啊，那最后看着差不太多，我就认了呗，因为 logo 到底好坏我也看不出来啊。这就是2%满意的这个层级吧。所以通过这个实验呢，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现在的 AI 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独立个体的，对吧？特别是你在这个行业里还有一点经验的独立个体，是完全无法替代的。很多在工作沟通或者交接之间形成的规范，在 AI 时代，其实呢没有那么重要了啊。因为在 AI 上呢，真的是叫结果大于形式，AI 呢无法完全，AI 呢无法完成人类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法在很多的步骤流程中，确保每一步的这个形式都完全正确，就是你如果是对形式要求特严格的，那 AI 的结果一般是没法用的，但是它也有用的部分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使用 AI 的一个人啊，可以完成不使用 AI 的2个人的工作，或者是至少1个半人的工作量吧，这个是已经可以搞定的啊。但是你要让 AI 完全替代人，现在还搞不定。原来一个基层管理者可能管理5个人啊，但是现在呢，有了 AI 以后，他们希望一个基层管理者可以管理15个人啊。所谓扁平化，实际上就是这样扁平下来的。微软的 CEO 萨提亚·纳德拉就曾经说过，说这个现在的 AI 是一个不靠谱的 AI，你让他干活呢，看着结果好像也还行，但是你要让他完成一个完整的工作呢，基本上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的。所以下一步呢，应该是一个靠谱 AI。山姆奥特曼讲的是什么？就是 GPT-5是可以连续运行几个小时不出错漏然后呢也这个不跑偏。而 GPT-6要干嘛？GPT-6要可以连续运行几天不出错、不跑偏这个到 GPT-6的时候，可能现在很多人的工作它就又可以干掉了。所以等到 GPT-6出来Upwork 上面的这些简单任务应该会一扫而空当然不是被 AI 接走了，而是很多人自己随手就做掉了这个没必要再出来找人了。你到 Upwork 上去找人要做的事情呢，通常会是更复杂的，必须要有人才能够完成的工作他们会需要到 Upwork 上去找人。那么比裁员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现在是大量裁员嘛，比裁员更可怕的事情叫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被 AI 干掉了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很多被裁员的人是什么人？是初级程序员，对吧？这种真正的高级程序员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被裁掉，因为高级程序员现在还要干一个活叫什么？叫 AI 代码补锅匠就 AI 干的很多活那个毛边是很毛糙的你到最后你让 AI 去修改这些毛边，让它把它正常的跑起来。AI 是没有能力去进行这种细节调整的，那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上人，但是上这种人的话，你新手你是干不了的必须是老手才能干得了所以裁掉的都是新程序员。
这个哈佛大学呢最近是做了一个研究啊，应该是8月份呢把这个文章已经发出来了。哈佛大学是经济学院的2位研究者吧，发了一篇论文，他们呢爬了 LinkedIn 的招聘信息，这个职位变少了啊，就是专门给大学生大学毕业生准备的这种叫做 Junior 的职位啊，这几年在快速的下降。从2022年以后这个初级职位就在逐年的减少。AI 应用的越多的公司，初级职位减少的就越严重因为它需要排除一个数据干扰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说，哎，这个初级职位减少了，是不是因为经济不好？他说没有他说我们做了比较了，那些不应用 AI 的公司，初级职位跟这个高级职位在一起在上升而这个应用了 AI 的公司，他们的高级职位的招聘的入口还在开着也还有很多职位在开放，而初级职位的这个入口快速的就减少了。所以呢，这个真的是 AI 把它替代掉了。大公司里边很多责任不大的初级岗位，本来呢就是让年轻人练手去的，对吧？一个年轻人上来啥也不会你先干点这个边角料的事儿，然后呢做错了点什么也关系不大，回去被骂一顿，接着重改就可以等你这个成长起来这个技术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再慢慢的这个挑起重任来，对吧？现在这些岗位基本上就不见了在大规模的消失，即使被招聘了有些人拿到 offer 了，在裁员的时候也会第一批被干掉，因为这些人是最容易被 AI 替代的。当前的教育体系完全不适应 AI 时代这个是真正的要比这个裁员还吓人的。你像我儿子今年大2了，等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原来为他这种愣头青准备的职位没了这玩意儿咋办这个是很痛苦的。那么 AI 大裁员以及这个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这个情况，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每次技术变革实际上都会带来大裁员这个是不光是 AI 如此，所有都这样。每次的技术变革，第一个冲击的实际上都是初级岗位，对吧？这个以前的什么互联网什么电子应用电气化呀，或者是前面的这个蒸汽机什么，他们改变的实际上都是初级岗位先裁初级岗位，这个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如此的。这次 AI 变革的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第一个是我们赶上了一个经济下行期这个确实是比较痛苦。以前呢都是这个新技术逐渐成熟了以后，通过竞争干掉老对手，而现在的话是 AI 还没法干活呢，就已经弄得腥风血雨了这个确实是跟原来不太一样。还有一个 AI 跟以前这种技术变革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实在是太快了，对吧？你想ChatGPT 3.5是2022年11月份发布的到现在应该是正好3年多几天吧。从2022年到现在3年，2022年考上大学的大学生到现在还没毕业呢，对吧？他的职位没了等他毕业了以后，准备去接的这个 Junior 的职位直接从 LinkedIn 上消失了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裁员潮也来了所以对于现在在校的学生来说，要赶快转变方向了。经历了大裁员的企业他们呢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弥补员工的忠诚度。人嘛，毕竟不是机器，对吧？你发现身边的人被裁掉了以后，肯定也是心有戚戚焉现在即使裁员幸存下来的也在抓紧修改简历忙着去约面试所以你企业不能说我今天招人明天裁人不停折腾，这个人心会散掉的。所以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把这3万人裁了以后呢让他这个白领团队稍微稳定这是他们需要去干的事情。大公司呢现在都在追求算力，最终呢他们应该会求锤得锤什么叫求锤得锤就是现在这些大公司最后会沦为电信运营商那样的基础设施，对吧？很多直接面向客户、直接面向需求解决问题的这种这个比较累的钱，他们应该就不赚了因为他把大量人员裁掉了以后，赚那个钱确实是很累。
更多的小企业解决具体问题的企业会诞生出来。这个解决具体问题肯定是边际成本比较高的一个事情，对吧？大公司不爱干或者是干不利索，小企业呢就有机会，我坐在你这儿慢慢跟你聊慢慢跟你去了解你的一些数据，了解你的这个行业习惯，各种的潜规则，了解清楚了以后呢，我们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是可能未来的一个方向。其他的方向呢，你比如超级个体这个肯定是未来的方向，对吧？就是人这个直接使用 AI 工具做原来一个公司干的活这就是超级个体。最早的时候人离开部落就会死，对吧？刚才讲的150人什么意思？就是一个部落就150人超过了以后，大家相互之间没法叫上名字来了这个就会形成信任上的隔阂，所以早期的部落就是150人一旦是有些人在部落里头不受大家欢迎了，被赶出部落了，这哥们儿基本上就挂掉了再往后呢，是人离开家族就会寸步难行，在封建时代就是这样一个人离开了大家族以后就基本上难以生存了在资本主义时代或者说在近现代呢，就是人不能离开大企业这个人离开大企业以后会被看不起你说我在大厂公司大公司干活，互联网大厂在日本叫大手企业我在这种地方干活，确实是高人一等他们也会更稳定。以后的话就没有这个了，大家都是超级个体慢慢都解放出来了不用跟他们去费劲了。那怎么办呢？对吧？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要拥抱 AI 你说我到底选一个这个是 AI 不容易替代的工作，这个事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躲开 AI 时间越久，到最后摔得会越狠所以一定要尽早拥抱 AI， 这个是个大趋势。然后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擅长的领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就是 AI 会弥补很多短板，所以呢，兴趣才更重要我原来比如说我对这事儿感兴趣对其他事儿没兴趣，因为我干不好嘛。人一般干得好会有兴趣，干不好就没兴趣嘛。但是现在 AI 会把我干不好的事情干好那我一定要找一个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去干。学生呢，现在就要开始干活了因为以后大家就不要交简历了，而是上来说，你看我参加了多少项目我确实是做了哪些东西出来，对吧？这个才是未来学生的一个进入社会的一个敲门砖吧。以后呢，就不是实习了，而是自己直接参与到这个社区活动里边去。而社区活动这个东西真的不是那么功利的一个地方大家说，我参加哪个社区活动能加分千万别想这事儿社区活动都是用爱发电的，对吧？你说我如果没有兴趣，我怎么去参加社区活动？怎么去用爱发电？这个事儿一看就是假的，就是你装出来的，对吧？那个事儿参加社区活动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呢，学生最好去参加开源项目到开源项目去贡献代码或者把自己写的项目开源出来跟大家去讨论形成基于网络的这种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协作这个是很重要的。以前呢，辍学创业是凤毛麟角像扎克伯格这样的人就辍学创业了这个很少很少人，比尔盖茨也是辍学创业的。以后学校里边就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创业方向的这种实训。当然，以后的创业呢，可能就不像原来那么急功近利了。说，我来培养你们怎么去跟投资人聊天怎么去骗天使轮、A 轮、B 轮、C 轮，怎么去上市以后就别费这劲。说咱们怎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咱们怎么成为超级个体出去了以后，可能就直接是这个个体户了咱就干活去了，对吧？是不是能拿到投资，是不是能把公司长大，这事儿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对吧？学校以后要培养的是超级个体，而不是而不再是天选打工人了这可能才是学校培养的未来的一个方向。那你说，有人我已经35岁了，或者怎么样，我被淘汰了我被裁员了，怎么办？对这些人呢，我的建议是这样尽量成为脑力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超级个体现在超级个体这事儿可能太悬但是我们就讲吧，说叫脑力自由职业者。我自己呢，到底算不算超级个体，现在不知道但是我干活肯定干得很累这个没办法。但我肯定是脑力自由职业者因为我毕竟没有出去开车没有开滴滴，没有去送外卖，我没有去扛包这个事儿我没有去卖力气所以呢，我应该是脑力自由职业者，尽量避免成为体力自由职业者就是像亚马逊招的这种暑期仓库工人
啊，暑期仓库工人啊，他们就属于体力自由职业者啊，包括滴滴外卖啊，这都属于体力自由职业者。那么脑力跟体力自由职业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开个玩笑啊，不是这么回事。体力自由职业者是没有技能积累的，对吧？差就差在这儿。你不是说因为一个人开了10年的滴滴，你就可以获得比别人更高的报酬。你该拉一单多少钱还是多少钱，你按公里数收钱的，跟你开了1年跟开了10年是没关系的，对吧？等 Robotaxi 来的时候啊，这个干掉一天，你干了1天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跟干了10年的出租车司机会一起被干掉，不会说因为你干了10年就把你留下来的，对吧？所以这就是体力自由职业者的一个比较悲哀的地方。对吧？你随时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去来啊，然后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走，然后你做的所有的这些过往的这个经验啊，过往的积累都是0啊，这个是没有任何积累的。而脑力的自由职业者呢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可以积累经验的啊，可以积累数据的，可以积累关系的，对吧？这个东西是有效果的。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积累更多的关注。啊，积累更多的有趣的故事，然后再跟大家去讲故事，然后不断的去调整我的 AI 流程，让我这个可以处理更多的信息啊，可以讲出更有趣的故事来，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事情啊。我讲的故事可能就会比一个新来的人讲的故事会有趣一些啊，而且我以前的这些经验，我以前的各种的这个思考啊，都会积累下来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做脑力自由职业者，不要去做体力自由职业者的一个原因。好吧，最后总结一下吧。AI 成为了大企业裁员的第一借口，初级程序员跟中低级的管理层成为了重灾区。传统学校教育出来的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正在被 AI 成批量的干掉。以后学校就应该培养超级个体，而不是天选打工人。少数大公司最后会成为基础设施，未来应该是超级个体和小公司的时代，大家去解决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啊，才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好，看看在聊什么啊？我知道好几家公司在培训啊，这个我们看到了啊。人要看角度啊，对，是这样的。老范说，觉得天网要几年才会出现，这个很难说啊。其实我并不认为天网这种东西会出来，而是什么呢？这个AI 会很多的时候给人以误伤。我们现在的中学还在用工业时代的方式上课，学生被关在教室里边刷题。面对 AI 正在重构知识和社会分工，这种衡水模式的教育是否已经彻底过时了？继续花10几年去应试，还有意义吗？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其实我们现在教的很多东西就是服从啊，遵从格式，而这个东西本身是没用的。刚才我讲 AI 的结果。叫结果大于形式，而我们现在教的大量就是形式，这个事儿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你说我到底是3号字还是4号字啊？不一样。你这种东西去投标啊，去做一些这种在体系森严的公司里边去交报告，你肯定会被骂成猪头，对吧？但是你说，我虽然3号字、4号字我搞不清楚，但是我把项目做出来了啊，这个你就是厉害的啊。所以这是 AI 未来所追求的东西。说到大促，今年刚过的双11，各个平台一点动静没有，演都不演了啊！这个演不下去了，这实在是演不下去了。今天来晚了啊，老范，你的补贴后来咋样了啊？这个我昨天倒是提交上去了，但是呢，到今天已经告诉我说是停止受理了，而我现在那个订单的状态叫未受理，
所以我也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等吧，这只能是上来点赞啊，欢迎你们都点赞了没？和土拨鼠聊聊蓝色起源新格伦火箭呗，我看他做了2期了啊，回头可以找他聊一期去。这个我去约一约他的时间。今天去百度昆仑星啊，感觉国内生态，还只有华为靠谱啊。这个百度跟华为的事情我都不是那么了解。在升腾培训3天，把训练、算子、推理都实操了一遍，巨累。感觉华为现在生态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真正在华为里头干出东西的人并不多啊。至少华为自己没干出来。最近2年，老范对 AI 取代程序员的看法有什么变化？我记得刚开始你说 AI 虽然会写代码，但是不会修 bug 啊。后来又说 AI 虽然会修 bug，但是不会查看不同文件之间的引用关系。现在又有什么了啊？现在 AI 是不能进行精细化的运作，对吧？为什么讲这个需要 AI 程序补锅匠呢？就是 AI 基本上叫大开大合啊，上来以后说你给我干点什么事儿。就开干了。你像我现在几个项目也是这样的，你跟他讲的很清楚啊，做很多的文档跟他去沟通了以后，他也其实干完了以后，很多细节还是只能自己进去修去，这没办法。所以啊，这个以后的学 CS 的学生必须要把自己从这个初级程序员直接训练成补锅匠的这个程度，否则的话，这个前面的活 AI 就直接干掉了，就没有他前面这个机会了。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是司机，对吧？现在所有人都是司机，都会开车，都有驾照啊。那么如果我真的去跑到一个学校去学习职业司机的话，那你只能是赛车手，对吧？只有赛车手才配从学校里毕业出来啊。你否则的话，你说我就是普通司机，那你上个驾校拿个驾照就完事儿了，对吧？这个就是区别。所以程序员也是这样，哪怕你说，哎，我学 CS 的。你就说，哎，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喜欢的啊？如果是的话，我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可以给 AI 补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吧？即使说，哎，我现在还这个没法给 AI 补锅，但是 AI 的这些代码我是不是能看懂啊？哪怕有一天说 AI 也不需要我们补锅了，它也可以把这事搞定了，那我们还可以比 AI 更加了解这个各种的潜规则，更加了解这个人的需求，更加容易去跟社会对齐。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一直是有需求的，对吧？而且到未来，这个叫什么呢？就是AI 还是需要去为人服务的啊。那么你跟人打交道的这件事情上来说，还是人会更好一些。这种裁员感觉是健康的，因为不够 AI 高效还被替代的人，应该趁失业期间学习 AI 工具，就可以成为新时代驾驭 AI 的牛马。还是不要去做牛马，去做这个叫做脑力自由职业者啊。这个未来10年 AI 可以取代大量中层岗位，如果学历贬值，工作岗位减少，那读大学的意义在什么？我觉得读大学的意义呢，肯定不是这张文凭啊，还是要去学习如何使用 AI。而且有的时候读大学的意义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我记得我有一年吧，应该是在2006年啊，还是可能是2006年吧，2007年的样子，我忘记了啊。去哪儿呢？杭州啊，不是宁波啊，就是宁波大红鹰学校。宁波大红鹰应该是一种烟的牌子吧，我印象里。然后我跑到那儿去干嘛呢？就是因为当时我在波兰呢，他们要去开一个这种 C++ Builder 和 Delphi 这样的课程啊，然后我跑去给他们讲课去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他说我们是3类本科。我说那你这个学校学出来以后，这个学生好找工作吗？他说很难找，啊，这是零几年就已经很难找了。然后后来我说那这个又找不着工作，你的文凭也不值钱，对吧？这个家长为什么要把学生给你送来呢？对吧？因为他这个学校肯定是民办嘛，而且还挺贵的。我说到底是为什么呢？他说原因很简单啊，这个家长希望学生不要到社会上去学坏，对
对吧？因为这些学生如果不上大学呢，不上他这儿来也考不上别的大学，也没法去工作，那你只能在社会上闲散，闲散呢就会学坏。那你还不如说找一个地方有老师看着啊，学点这个实用技能，甭管学得好学不好吧。然后呢，这个也算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又混过几年去呗。所以上大学有很多其他的你想不到的好处啊。任由 OpenAI 英伟达发展大模型，美国人会出现大面积失业裁员，波及全世界。各国希望美国人在总统大选提及抵制 AI 应用模型，诉求救美国人就业啊，这个我觉得很难。像在川普讲的就是我们要放开 AI 管制，而一定要在这个竞争中胜过中国，因为中国其实在这块是肯定不在意有什么人失业的，对吧？如果他们去搞这种管制的话，他们真的有可能会在竞争中失败啊。可能这2%也是外包棘手的啊，这个应该不会有。Upwork 还是比较单纯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2%就是，本身它的这个结果可验证性就比较宽松啊，然后另外就是，就没有特别严格的去验证这个结果。流量又来了啊，小米国产新能源汽车上牌，啊，为啥国产政府系统那么烂？两边流量都能掐了啊，这个我觉得不要太着急啊，等我这个看看我这补贴到底能不能领到再去讲这事儿。新能源上牌还是挺方便的啊，这个反正就是到大厅里等就完了。这个比较费劲的就是最后的这个，因为赶上最后一天了嘛，这个也没办法。如果早一天啊，估计就会比较顺畅。AI 这波裁员和扩招其实还是同步的。同学做数据分析，被阿里巴巴裁员后，又被一家国内这个 Palantir 概念的创业公司招去搞 AI SaaS 系统，有裁员，有新岗位诞生，就是基本的技术革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他被阿里裁员了以后，被类似于 Palantir 这样的新公司招进去，就是要解决具体问题嘛。阿里就是说有很多具体问题我不愿意自己解决，我去做基础设施去了嘛。所以跟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一致的啊。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抢走美国人大量工作，波及千万人工波及千万人工作，必须向白宫诉求。这个没太多人啊，因为你想，他们前面把这个供应链挪到中国来，整个造就了铁锈带，对吧？铁锈带最后选出了一个这个像万斯这样的人啊，JD Vance 就是铁锈带出来的嘛。然后像这个川普也是拿了铁锈带的这个选票当上总统的嘛。那是可能真的不是几十万人啊，但是你想，IT 公司裁员才能裁几个呀？这些人就算每个人投一票，又能投出多少票来？这个所以就不用想了。感觉这一波有些是恐慌性的跟风裁员，我觉得更多是作秀啊，作秀。如果 AI 真的让大部分知识技能岗位都被取代，那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不是也要重写？未来学习的核心会不会从工作准备，到为意义创造和生存能力准备？其实我觉得未来可能更多的是人文沟通啊，以及这个逻辑这块是更重要的，让 AI 人怎么能够跟 AI 配合在一起啊，去拓展新的星辰大海啊，这个才是未来真正要去学的东西。英伟达、OpenAI、谷歌、马斯克他们用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降低人工成本，用机器人节约大量人力，必须抵制游行。这哥们儿，你咋说这事儿就说的没完没了了呢？该去车企打螺丝，车企打螺丝有机器人，不需要他们，机器人打得比他好。超级个体就像10年前这个罗振宇说的 U 盘啊，是这样的，有点像即插即用。但是一定不能去做这个，叫什么呢？一定不能去做体力自由职业者。一到广告就停止了啊，碰到好几回这种情况了啊，这是什么情况？不了解。还好 U 盘这边是，口是公的啊，这个，我觉得你们想太奇怪了。
可算赶上直播了。哎呀，你又早起了，真不容易啊！这个你赶上直播的机会少。哎，你们是不是有夏令时、冬令时的事儿？这个冬天是更容易赶上，还是夏天更容易赶上？老范同志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中学不是让学生上学的地方，是训话的地方啊。你在美国是不是也这样呢？啊，中国是肯定这样了。大学现在也是训话的地方啊，因为怎么说呢，可能讲道理或者讲逻辑实在太累。大学最要命的就是除了医学和农学，其他专业的教材都是严重落后于实际情况的。医学、农学我没学过啊，但是计算机我学过。我当年学的这些东西，你想我是91年上的大学，然后我学的 Pascal 语言是，60几年发明的，68年发明的，啊，这个多么恐怖的一个东西！感觉现在 AI 无论能行还是不能行，金融崩溃感觉都是无法避免。剧本一大规模大模型被高估，其实带来的收益没有想象中高，过度投入崩溃。剧本二 AI 大面积取代人工，社会半数人失业，AI 再好没人买单啊，经济照样崩盘啊。这个我觉得现在呢大概率是在向第二个方向走，但是呢，呃。关键是看时间啊，如果这些人离开了工作岗位以后，可以快速的开始去做事情啊，那么就有可能会用更多的 AI。你像我以前也不可能花这么多钱去买 token，买这么多会员嘛，对吧？就是我们失业了以后，依然在给 AI 的算力添砖加瓦，对吧？而且我通过 AI 加工出来的东西，也在给大家讲故事啊。牛马们赶紧学手艺就对了啊，赶紧学 AI，然后学怎么去做一些副业。原来都说副业是躺赚啊，现在没有副业傍身的话，真的哪天被干掉了就太被动了。机修管道工啊，这个我倒觉得可能能够再有个五到10年啊，再往后应该机器人也可以搞定了。赞同你的超级个体概念啊，比如视频，以目前的技术，一个人可以干一个团队的活儿，但是对基础理论的要求比以前更高了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学生教育必须要把这个原来出来的这种满眼清澈的愚蠢的这样的学生呢，直接教成像老范这样可以讲故事的人，这个还是对教育有比较高的要求。如果学校只培养做题家这个服从的人，不培养超级个体，那么我们怎么办？退学创业嘛这个我觉得你上学的时候可以自己学呀。你像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会考试的人，对吧？最后上班都不怎么样，而是我们这帮在当时上学可能能考及格，但是大量都是自学的人，最后才能到这个各个公司里边去干活去所以这个还是要看自己。学校只是给了大家一个学习的环境，对吧？那些老师其实自己也在学，只是呢，他要按照教学大纲教你而已。如果你自己也是说，哎，我就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然后能考试考过了，考的还这个中等偏上，还挺开心的话，这个事儿就很麻烦。国内的脑力自媒体自由职业者第一步不是学会用 AI，而是学会如何不被封苦笑这个，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惦记在国内折腾嘛，我一开始就跑到 YouTube 上来折腾不是效果很好吗？AI 带来的裁员潮对于大环境的影响是良性的还是恶性？先不说，对于就业人员个体来说，还只是恶性的一个方向。对，类比当初讨论过的空难事故，对于整个行业而言，这个比例可能是交通各行业里头比较低的，但是对于当事乘客而言，那就是有死无生嘛没有人能置身事外这个肯定是这样，因为现在比如被裁的人里头还有些人我刚买了房我刚为了这个能够回来这个上班搬了家刚给小孩申请了新学校我这个还等着亚马逊的这个工作，对吧？让我这个绿卡或者是让我的这个工作签证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那么现在一被干掉了以后就没法整啊，就是确实对于他个人来说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吧。我是给自己做产品啊，这不挺好吗？从通信协议到架构都是自己做，所以当我编码的时候，我还是怀着坐班交差的心态。自从开始用了 AI 啊，我的这个 token 一大半花在梳理需求、设计用户体验，啊，这个推销架构这些事情上。随着氛围编程这类工具工作流越来越智能，我觉得这种面向业务的沟通比重只会更高啊，而底层的 coding 会越来越多的丢给 AI，是这样的。这才是工作真正的这个叫什么 build down 到了 AI 无法替代人类的程度，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去跟人沟通。哦，赶上直播了啊！是的，你又赶上直播了，被我逮到了。现在全世界资源都投到 AI 个股、基建，以为 AI 能让大家都受益，但是现实是只会有极少数人受益。但是经济是全社会懂 AI 和不懂 AI 的人支撑的，这个假设60%的人是没有经济价值的，那这个社会体量应该剔除这些人，直接萎缩60%。不能这么想这事儿啊，就是你比如说吧，你现在在看我的 YouTube，然后呢看了一广告，这个有些人可能看了广告还买了东西，那么你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创造价值了吗？我也创造价值了，对吧？你也创造价值了，而这些就是这个社会价值上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未来的社会价值上升一定不是说你多吃了一口粮食，多买了一辆汽车，绝对不是这个，而是什么呢？是这个我们去做了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内容消费比如说游戏比如说这个虚拟空间或者说太空探索，是吧？太空探索跟虚拟空间都算是开拓新的星辰大海，对吧？那么这块会创造出全新的利益来，对吧？这个不能用传统的这种工业斯巴达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不停说抵制那哥们儿，估计是自己被裁员了呗，也不一定不一定。赶上直播了，老范最近怎么了？直播要翻译几页才能找到 AI 上去把医生可能干掉了？什么意思？目前医生呃已经全面降薪了以后 AI 加手术机器人，大部分医生的呃工工作也就被替代了。医生呢，真的不一定也没准到未来就是更多的是，护工护士他们就可以跟机器人一起来去干活了。我们现在是冬令时了没有，主要是最近周五8点老有事儿现在冬令时老范就成早上7点开播了好吧，挺好。大学现在不是还搞晚自习吗？我儿子已经不上晚自习了，这个大二就已经没有这东西了，大一还有大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习方法论和终生学习的习惯指望大学紧跟生产需求，那纯属想多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大学呢，一个是方法论，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基础逻辑要学。对吧？像我们以前看这个一个学校的教材我们就会看说你这个学校开哪些课，有哪些教材。离这个实用越近的大学，教的东西学生就越差为什么？因为实用的东西它会很快过时，而你把一些基础打牢了的话这个最后的东西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这些 APP 为什么3天2头的更新这不挺好吗？为什么不更新呢？据说 AI 最先消灭的是中产阶级，呃，其实不好说这个事儿。超级个体其实也能算是一种中产，它会培养新中产。美国企业再发展人工智能，恐怕美国人这个怎么又还是他吧？直播又来晚了不晚不晚。
我要把小铃铛全都点开啊！是啊，你就上上闹表，反正老范的直播都是定时的。AI 会让中产返贫啊，财富进一步集中到头部，不一定会有新中产出来啊。有些人，你比如说被裁了，他就选择去开滴滴了，那这些人可能就返贫了啊。有些人被裁了，你比如像我这样的，虽然没有原来挣得多啊，但是也还挺开心的，对吧？并没有觉得怎么样，可能比大多数人还活得滋润一点。这几天美股怎么了啊？对，这个也是希望它能够，快速的企稳吧，等着董王再折腾点事儿呢。未来很可能实现，这个我是不相信的啊，UBI 我是彻底不相信的，没那么简单啊。实际上是机器人无法应对紧急情况，机器人也在不断的发展嘛。术中大出血术啊，是这个术中大出血，你要让新手人也搞不定啊，也是需要老大夫才能搞定的，而且老大夫最后搞定了，其实也是有概率的。国内大学高中化是啊，所以现在只能是研究生本科化，然后博士生这个硕士化呗，只能是这么一步一步往前走，还能怎么办呢？对吧？这个，今年中国招了巨多的博士啊，这个可能再过个2、3年，中国的博士就产能过剩了。逻辑学本身啊，不敢，抡圆了教啊，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太多不符合逻辑的东西了。UBI 就是骗局啊，也是新的通胀的东西。我觉得倒不是骗局，但因为到目前为止应该算是一种，社会实验吧，或者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呢，我不太相信这个东西能走通。医生现在降薪是因为医保的调整啊，医生长期来看是个经验性职业，现在人给人看病误诊率都30%起步，机器给人看病，机器给人看病还是会极大的降低误诊率的啊。特斯拉最近喋喋不休啊，主要是因为董王废除电动车优惠，这个也不好说，因为特斯拉的估值肯定已经偏离很大了。现在还只是弱人工智能啊，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发展肯定是一日千里啊，没什么好说的。不是说要上上海搞个线下活动吗？什么时候来啊？尽快安排啊！怎么报名？这个是准备着呢啊，这个，但是最近因为在倒腾这个车的事儿，估计下礼拜这车能上牌儿，上完牌儿以后吧，然后我再看看是不是可以溜出来。而且最近我还有几个事儿要忙啊，一个呢是，塞尔达最新的无双出了啊，我准备去打一打呢。啊，另外呢，就是我最喜欢的游戏上新版本了啊，是这个纪元177的啊，纪元117罗马和平啊，这个昨天已经解禁了。我昨天进去已经玩了，这个十几分钟了啊，我准备去玩一玩。而且像纪元这种游戏的话，只要开打，这个就真的是一个礼拜就过去了啊。像我现在还没有这个下决心一个礼拜停更，所以我还得再想一想。做超级个体的风险是向用户收费，恐怕有赖账的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像我在 YouTube 上做视频，油管就给我广告费，谁赖账了？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以后这种平台会很多的，所以不用太老担心这种事儿。上视频网站学，也能培养学习习惯和方法。为什么要去大学学？大学就是给大家一个空间啊，而且有很多人可以一起讨论，还是很重要的啊。中式辩证法啊，消灭一切逻辑学是这样的。这个咱们讲一个简单的中式辩证法啊，你比如说小米，这个就是原来我跟这个土拨鼠有时候还吵架啊，因为他就特别看不上小米，他说这帮人心术不正，这个呢就属于典型的中式辩证法。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好坏呢，其实大家也搞不清楚，那怎么办呢？我就质疑你的动机和恶意啊，你恶意造车啊，因为很多人去质疑小米，就是你恶意造车，你恶意炒作啊，你怎么可以这样？
这个就属于首先是预设立场，然后呢，通过这个叫做对方的这个起心动念啊，去进行质疑。首先，他等于是把一个公司人格化成了一个人啊，认为说他们耍了个小花招，这个就属于典型中式辩证法的一个思路。机器人泡沫看起来很大啊，机器人泡沫可能会先破啊，这是真的。这个股票的事情不要问我啊。罗马和平是什么题材的游戏啊？是这个建设啊，是主要是模拟经营和建设，这是我最爱的类型。而纪元系列是我所有的这种类型的游戏里最喜欢的啊，因为它的画风实在是太美。说有几个事儿，头两个就是游戏，这状态就很好，这不挺好的吗？对。提到游戏，Steam 发的新硬件，这个因为我家里实在没地儿摆这玩意儿了啊，所以没什么兴趣。对，我是玩纪元啊，但是因为怎么说呢，实在是太耗功夫了。农业部防止农民工返乡，滞留不归，什么意思？这话我怎么没看懂啊？什么叫返乡滞留不归？这个话我没看懂。如果从头到尾把所有检查都做一遍，机器看病的误诊率确实会很低，但实际情况下，由于医保的限制，只能针对性做几个检查，由此产生的漏诊和误诊，机器肯定是没办法负责啊。负责现在肯定还要人负责，但是机器检测呢，肯定是成本会进一步下降。新市民返乡啊，滞留很多了吧？这个什么意思？我还是没看懂什么叫新市民返乡。涂老师属于老工程师啊，眼里揉不得沙子。我觉得呢，就是你如果有特别的这种确认的说，哎，小米哪个地方没造好啊？你比如说它的这个使用消费级芯片做了这个车机了，对吧？或者使用了哪个地方做的有问题啊？它这个我们可以去喷它，这没毛病。但是你说，哎他们因为这个呃做这个车之前没有沐浴焚香啊，这个没有这个抱着虔诚的心态，我们就不信任他。这个你是工程师该干的活吗？不应该是工程师的论断吧？小米其实也是用心做产品的啊，这个织布梭营销用力真的太猛了啊！这个小米呢，其实它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前面呢把调子喊得太高了啊。就是它本身车呢堆料堆的还是很足的，但是你说我堆的过程中哪块做的不是特别合适，这个毕竟这么复杂的一个车，这么多零部件，这个是难免的事儿，对吧？然后就算是造老鼻子车的人，也会犯各种各样其他的错误。这个我觉得，做工程师的人呢，还是应该能够理解啊，每一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对吧？后面呢，最大的变化是雷军不出来了。对吧？如果雷军像以前那样，就是这个苏期发布的时候，每天做着直播，每天在那聊天的话，他不会搞成现在这样。后边雷军退了啊，说我现在想变成一个传统的企业主，对吧？除了极个别的时候出来发两条这个动态之外，我就不想再出来了啊。那这个就肯定是被人骂，而且他又不给人钱，对吧？这么多的这个媒体都等着这些车厂养活呢，对吧？你不给人钱，那有其他车厂给，那给了以后，那肯定骂你，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去看看小米的财报，就是它里头这个销售成本是极低的，你跟其他的所有这些这个新势力比起来，它那个占比非常非常小。那些人这些钱都哪儿去了？都是给这些媒体了，对吧？媒体既然拿了人钱，那只骂呗。但是你说作为一个老工程师啊，我们就信了这个还是稍微有些问题啊。大学还是有必要的啊，开启有价值自学的前提是学习如何学习，这玩意儿就像这个对 bootloader 一样，必须从外面先加载进来，然后才是自学啊。这个对直接自学容易学歪，
请教一下，目前 RM 大技术路线是不是有个底层硬伤，就是大模型只能做 token 接龙？这个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这种事儿啊，这么多人在研究呢，特别像李飞飞这玩意儿还在研究呢。这个责任是可以区分的，由提供 AI 的公司做过保险来搞定。另外，对于所有检查都做一遍，是典型外行了啊。且不说检查本身是否有害，对资源的浪费本身也是不合理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肯定还是由医生或者是医生跟 AI 一起来判断，说我应该做哪些检查，然后收到了第一批检查结果以后，再决定后边做哪些检查，它应该是有一套这种经验流程的。关于人形机器人啊，我观点跟老范差不多，这玩意儿主要是为讲故事搞融资的啊，这个真的要能打还是定制的机器人啊，这个人形机器人是这样啊，就是最终肯定还是能打的，只是呢，这个时间可能还有个5到10年吧。农民工返乡滞留不归啊，意思就是很多这些年进城的新市民，现在回到农村老家不回城市了，啊，还有这样的故事，我这还没看到啊，这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说这个你讲了半天我都没看懂在说什么，啊，这个太神奇了啊，这个回头去研究一下。关于小米苏7，知乎上有个评论说的很对，这车最大的问题就是卖的太便宜了，以至于整车上最便宜的最低配的居然是司机，是这样的。它这个车动力性太好哈。最近还干了这么个事儿，就是工信部说以后所有这些新能源车你不允许这个100公里到5秒以内，就是0-100啊，不允许到5秒以内。这个因为其实0-100到5秒以内，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承受不了，我就承受不了，是吧？我是0-100 5秒以内我会黑市的，我还算是个老司机，开了这么多年。啊，我应该是哪年学的本？2000年学的本吧，开了20多年车了，对吧？我都受不了这事儿。啊，你上一新手，然后就上来玩这个3秒多、4秒多的这个0-100，那是根本就找死。而且它这种车0-100是起来了，那么沉，底下全是电池，对吧？你带了这么大的这种动能出去撞东西去，多吓人！而且撞了以后还会着火。我后来查了一下，我那个车的0-100是4.9还是4点几？我上一辆车的0-100是11秒，我这辆车的0-100是4点几秒，啊，4.3好像是4.3。小米预期的 Max 大概是3点几，然后呢 Pro 是4点几啊，然后那个标准版是可能5点几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就是以后通通都是5以上了。RM 已经是现代技术的极限了啊！底层物理学和脑科学都没搞清楚人类的意识是什么啊，就更不用指望 AI 像人一样思考能力了。这个我觉得倒不用那么悲观啊，AI 不一定像人那样思考，就像计算机一样，计算机的思考方式跟人也不一样。但是呢，很多计算机干的活我们也干不了。AI 先去导诊吧。来个新患者，先帮他搞明白挂哪个科，到了专科之后，依赖自己跨学科的知识库，啊，帮医生确认一下诊断是否有遗漏，啊，这个决策权还是在医生那里啊。现在基本上还是这么干的吧？感觉小米也跟用户画像有关啊，是这样的，就是他年轻人第一辆车嘛。有一些小年轻游手好闲，第一次买车，所以开车时不稳重啊。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辅助驾驶这个事儿呢，还是挺上瘾的啊。我现在使了几次辅助驾驶以后，开出去就想用，开出去就想用啊，这个真没招。我记得我第一次开车啊，不是，其实还不算第一次，大概第一次自己开车，就是我是驾校出来，然后也跟着人家蹭了几次，找老司机带了几次。然后呢，我就去买了一辆啊，不是买，租了一辆奥拓啊，当时还是比较穷嘛，租了一辆奥拓。租完了以后呢，我就跟我老婆打个电话，我说那个我现在准备往家开啊，我自己租了个车，然后呢，这个有可能很晚才到家，啊，为什么呢？我说我就不敢上4环主路，我只敢在辅路上慢慢尬游，
啊，我就不定什么时候到家了，你就不用等我了。然后呢，等到了4环边上，一脚油我就上主路了啊。然后上去了以后，这个直接就把车开到了大概当时4环也没什么车，大概就有快100公里每小时啊，很快我就到家了啊。那个时候很早了，应该是在01年吧，01年还是02年的时候，当时4环真的是没什么车，新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就是人就是一旦有什么新的东西以后，总是乐于去尝试的，而且一旦尝试成功了以后呢，就会依赖这些新技术啊。所以这个事儿跟小年轻是不是年轻游手好闲没什么关系。感觉小米现在的舆情也不能全算在友商头上。雷军干的这些事儿，确实没法夸他尽早退幕后吧。这个其实真不能这么讲。雷军呢，现在正在往幕后退，但是退的过程一定会带来很多伤害，这个没办法。就是很多人说，哎呀，你怎么雷军小米起火，其他人车从来不起火？这种就属于脑子有坑的人才会想这种事儿，对吧？哪个车不起火啊？你给我讲一讲。小米在所有这些车里头啊，可能除了特斯拉，人家毕竟是积累了10几年了，是在国产新势力这些车里，它已经算强的了啊，不一定是最好啊，但已经算是第一梯队了，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撞车起火这事儿，看咋说啊？昨天我就看了一辆马自达油车炸那起火了。对啊，这对马自达有什么伤害？没有伤害啊，对啊。是这样的啊，我在高速上一不留神就开了145了，是，这个还是挺吓人的。好啊，那差不多今天就聊到这儿啊，也聊了1个半小时了。然后，本周的会员节目就稍微停一停了，让我稍微腾出点功夫来打游戏，这个，然后再跟大家进行游戏推荐吧。但是游戏推荐我发现从来没人看，啊，这个到时候再看。其他的本周节目再看看讲什么吧。然后等我这个车上了牌子，然后我再四处出去转一转。啊，好啊，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周末愉快，再见。